马六甲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既熟悉又陌生？它最早出现在我们的课本里，后来又频繁的出现在新闻里，但是却很少人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带着这份好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占据了黄金地理位置的城市为何落寞了。跟着郑和向南来的华人，现在如何了？这个地方啊，曾经郑和带着27000多人、400多艘船登陆了这个地方。随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一个中转站。今天我们将前往马六甲一探究竟。从吉隆坡到马六甲的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首先我们得先走到吉隆坡的巴士站，长途巴士站。我们就不打车了，打车非常不适合我的调性，我就应该坐着公共交通一路折腾。你们可舒服了，在家看着电视，看着手机，看我折腾。其实我更喜欢背包在路上的自己，虽然有的时候会偷懒，在一个地方停了好几天都没走，但是我也没有去太多的地方，有一半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剪视频。刷卡进站，2站台 KL Central， 买的是3点的票。完蛋了，朋友们，我突然肚子疼。待会儿到了 KL Central， 先上个厕所。吉隆坡啊，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哇塞！关键是这个楼啊，旁边的楼都很矮。显得它特别的高大。我们还得换一个轻轨，又来到 KL Central 了。在吉隆坡你会经常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转站。在这个中转站里面也有一个商场，我们去坐这个 KLIA， 这是一个快速轻轨，在这个机器上面买票 ，buy ticket。然后我们要去的是 BTS， 这个就是巴士站，它的票价只有6.5块，折合人民币大概10块钱，它一站就到了啊！居然可以用支付宝、微信还有银联卡都可以，扣费是10块钱。我们拿着这张票到这个 KLA 这个地方，然后扫码。这个方式比地铁好的是它能够一站直达，所以你们都可以坐车到 KL Central， 然后买这个票。坐上了这个快速轻轨，给大家看看车厢内部。现在我们才到了巴士总站，然后在巴士总站坐车前往马六甲。到了之后跟着人走，跟着人走就对了，要到对面来啊。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攻略。我只知道到这个地方，至于怎么走呢，就一路问，一路跟着别人走。哦，怎么有点像机场的感觉？现场来也是可以买票的，但是我是提前在网上买好的。哦，我跟你们说，买完了电子票之后，还得过来换这个 boarding pass。完蛋了，完蛋了，只有10分钟了。哇，这里的人特别好，给我让了一个位置，应该能赶得上。在这几个绿色的柜台，赶得上，赶得上，应该赶得上。哦，赶紧赶紧，跑步跑步，走走走走走走。朋友们总是在赶路，5分钟了啊！快点快点快点，5分钟啊！11B。哇，这里好大呀！跑步跑步。这个就是这个大巴2+2的位置。天天都在赶路。昨天晚上还能挑个好的时间，现在买的话，你到现场来就只能买到比较晚的了。我觉得大马华人真的是很好，刚才就在后面录视频的时候说我只有10分钟了，然后前面有好几个人给我让位子。发车了，我们要跟吉隆坡说再见。我预感
我还会再来。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你们是一眨眼，我可是过了2个多小时，到马六甲了。这貌似也有公共交通，还蛮远的嘞。每次赶路的时候都是饿一天，好饿，还没吃饭呢，已经下午5点了，午饭还没吃。哎，果然被我找到了公交车站。这有点看不懂是哪一家 ，which is 17 OK， 路长在嘴上。上来啦，朋友们，一路全靠问的。刚才问司机是不是这辆车，然后就上来了。你们过来看一下，就是在17路这里有个17这个标志，旁边有2辆车，要问一下司机。这辆车外面写的 M100。到了，离青旅还有900米，我们走过去。往这儿走。前面有一个雕塑，拉近了给你们看。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马拉卡。马拉卡是马六甲的英文。英雄广场。这英雄广场上有好多乌鸦呢。前面那个黄黄的建筑就是百盛，一个大商场。哇哦，青旅附近有一个夜市，可以，有口福了。到青旅了，就是这家。哦，青旅开箱时刻到了。Can you give me a lower bed? Your room is currently full. Oh. Yeah, I'm sorry. 哎呦，小喵，小喵，哇，好肥啊！这家青旅好多小喵啊。OK。OK。Your locker is 403. Just tap to unlock. 有柜子的。看看浴室，这个是女生的一个浴室，马桶位。老早就肚子疼了，憋了半天了，朋友们。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公共区域。这个公共区域虽然不大，但是挺干净的，一样是有冰箱，还有一个厨房，有一些甜点呢，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有茶和咖啡。猫咪呢？再看看这边，这边有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哦，顺便啊，我们也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这什么神奇的车？太可爱了！每个车都有一个主题。马六甲的建筑都有点古老啊，1935，这个是1913。这远离中心区的店铺基本都关门了，现在是8点半，说明这儿的人一点都不卷，还是蛮悠闲的生活。但是有一家看起来还开着，湘江茶室，很多人推荐哦。这个干捞面，鲨鱼干捞面，你要小还是大的？小的，小的啊，还有大的呢？这多少钱啊？这个小的7块。我看这个面就很喜欢，这种有点像泡面。酸酸甜甜的，有点太甜了。它果然是加了猪油的。云吞汤，它这个云吞汤上面撒了好多蒜酥，但整个味道好香。我怎么感觉自己在吃拌面片肉啊？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这条河是叫马六甲河，这对岸有很多酒吧，还蛮悠闲的嘞。
看到一个厉害的了，欢庆马来西亚中国建交50周年。这个就是机场街夜市了。其实马六甲最主要就是有一条机场街、一条河，还有一群博物馆组成。好多好吃的呀！哇，这个好大呀！这也有卖盐焗螃蟹耶。看到了一个榴莲泡芙，超小一个。不得不说啊，如果出国你们选择马来西亚的话，会面临很多美食，但是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感觉没出国，然后再想起熟悉的旋律。居然还有卖好多古董哦，不知道是真是假。那这些怎么来的呀？工艺品来的吗？哦，鉴于我现在肚子有一点饱，不是很饿，没有什么空间，所以我们就来一个猫山王尖锐。猫山王，冰冻的，冰冻完解冻的。哇，好好吃哦！奶油感特别强，特别绵密。明天呢，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马六甲的历史。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而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呢，知道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城市可能就是马六甲市，因为它出现在咱们的课本里。曾经它在历史课本里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遥远，而现在它就出现在我眼前。郑和7次下西洋，这里呢是他下西洋的一个中转站，而5次呢都必须来到这个马六甲。因此啊，当时随郑和下西洋的一部分人啊，停留在了这里。但是这个地方啊，是3番5次的被很多个国家轮番殖民过。哇，我们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呢，是马六甲的当时的一个皇宫。这个皇宫有点特别啊，因为其他的皇宫都是金碧辉煌的，这个怎么黑黢黢的？我们在博物馆也不能穿鞋的，光脚。马六甲这个地方啊，早在唐代时期就有很多中国人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啊，这里一片荒芜，只是一个小渔村。直到14世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拜里米苏拉，他跑过来，发掘了这里，并在这里建立了城市。当时的马六甲是马六甲王国的都城。而那一位苏丹啊，是苏门答腊岛巨港的王子，他建国于1402年。他当时是逃难到这个地方，然后在一个鱼竿子树下休息。鱼竿子树呢，翻译过来啊就是马六甲。于是啊，他就把当时那棵树啊作为这个城市的名字。正中央的那位就是拜里米苏拉的像。传说我们也有一位明朝的公主叫汉丽宝，嫁到这边来和亲。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历史啊，在咱们的中国的史书上却没有提到，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的马来人他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就是由苏丹带过来的。这墙上这些画呢，都在讲述着当时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至于啥历史事件呢，我就不赘述了，老长了。女人的首饰，当时的当地人的装束。这里是苏丹跟王后的衣服，这里就是苏丹的寝室。这个是位于巴生的一个皇宫，咱们去巴生的时候好像看到过啊。当时的马六甲可以说是中西方贸易往来的一个中转站，所以有大量的货品啊在这里。这边讲的是中国啦，中国明朝时期发展了当时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海上舰队，并多次远征。在马六甲，因为港口贸易越来越繁荣了之后呢，就招人嫉妒了，招人羡慕了。于是呢，葡萄牙殖民者来了。眼前这个建筑是叫法摩沙堡。这座建筑是当时葡萄牙人在打败了马六甲王朝之后建立的，因为害怕马六甲王朝会反攻，所以啊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建筑。实际上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个城门，它最开始啊就有点类似于像咱们长城一样的一个城堡。1511年所建的，现在距今1500多年了。在1641年的时候，荷兰人接管了这里。后来因为拿破仑战争，荷兰呢又逃往英国，那寄人篱下嘛，所以呢，当时呢，荷兰就把这一座城堡啊交给英国人管理。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啊，荷兰重新接管这里的时候，就发现
它只剩下一个城门了。到了1820年的时候啊，荷兰又把它划给了英国殖民者。这边有说到，在1795年的时候，由于担心城堡交给荷兰后会被它来利用对付自己，因此英国计划摧毁它。当时的英国呢是使用火药来炸毁这个城堡。每次我在看这些建筑的时候，我对它的材料就特别的感兴趣。这是看，这是富有孔洞的红砂染做的。据说这些石块啊，当时都是葡萄牙殖民者强迫当地的劳工手工切割而成。我们现在登上一个小山丘瞧瞧。在上面呢有一个教堂，在上面教堂门有个传教士，并且呢有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它是亚洲的第一所教堂，建于1521年，由葡萄牙人建起来的。当时过来传教的是叫圣方济。圣方济在这个教堂里面建了马来西亚的第一所学校。当时的马来西亚还不叫马来西亚，叫马来亚。这个就是当时来传教的圣方济，也是叫圣保罗。这里关于他的传说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传说呢，他死后啊尸身不腐，于是呢英国人不信，把他的坟墓给他挖出来，并且呢砍了他的手带回去。而神奇的是啊，在这个雕像建起来以后啊，曾经有一次一棵树呢砸下来，正不偏不倚的砸了他的手，正好呢形成了他的断手。所以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巧合。在宗教早前的一些传教士啊，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因为他们经常是冒着不被理解，甚至于有生命危险，然后进行传教。哦，哇！虽然现在只有几面墙和几个窗户了，这可能是当时圣方济的墓碑啊。其实马六甲啊，它有点像欧洲。马六甲它跟马来西亚的很多城市它不太一样，因为它这边被很多个国家殖民过，包括葡萄牙、荷兰、英国，所以它这边留下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当时欧洲的一些历史建筑。就瞬间你感觉哈，在这个小山坡上往下看，特别多红房子的建筑，你感觉像在欧洲，有没有？特别是远处的这一些，拍给你们看一下啊。前面有一根杆，杆上面有个旋转的一个东西，看到了吗？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新地标，坐在上面就可以旋转的从高处看这个马六甲。葡萄牙殖民者建了城堡，建了教堂，那荷兰殖民者建了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沿着另外一条路走下山，真还挺漂亮的。在这一带建筑的房屋很多都是红色的，这是为什么呢？咱们继续往下看。哇，前面这个教堂好壮观啊！没有错，当时的荷兰人也在这建立了教堂。荷兰人建的这个教堂规模好大啊！现在这个区啊是马六甲古城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也是马六甲最著名的一个建筑区。当时的荷兰人在1753年建了这个教堂，主要是作为当时他们贵族的一些墓地使用。而在英国人接管以后，它才改成现在这个名字。这三个国家，葡萄牙、荷兰、英国，他们的基督教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基督教派。葡萄牙呢是天主教，而荷兰呢是圣公会，英国呢则是新教，所以在建筑风格上啊略有不同。这个喷泉呢是叫维多利亚女王喷泉。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的时候去世，当时啊当地就募资了从英国运来了石块，雕刻好的石块和设备在这里组装拼接起来，写着1837年到1901年，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个统治时期，摆脱了英殖民的统治。马来西亚在1957年的时候正式宣布独立了。这里啊是马六甲河，河的两岸呢会有很多小店、酒吧啥的。那中国人呢跟马六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虽然没有殖民，但是却和这里的经济、文化、商业往来非常的密切。前面这条街呢是叫机场街，因为机场的发音和广东话或者是福建话的街场是有点像的，所以呢这边就取名叫机场街。我们其实来的第一天晚上已经逛过这里的夜市了，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会馆，比如说福建会馆、广肇会馆等等会馆，还有郑和博物馆。这些都是南洋特有的建筑风格，这些窗户都是呈现百叶窗的样子。古城鸡饭粒，他们这有一道特别有名的小吃，就是鸡饭粒，把海南鸡饭揉成一个个饭球球，
福建会馆建于1801年，它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乡会馆之一。前面的视频有说过，像东南亚这些会馆，除了是给人一个心灵慰藉之外呢，更多的呢是起一个管理协调这一个地方的华人这样的一个事务的一个地方。我前面的房子好漂亮啊，它那个门框上面还雕了各种各样的花纹。机场街是当时华人生活聚集的一块区域，古色古香的。看一下这边吃啥，就是我坐这里，然后到里面去自己点。来吃一份了沙面。汤汁溅到眼睛了。还可以，有点像咱们槟城的了沙，酸辣酸辣。这个味道好重啊！我觉得他们这儿比较厉害的是这个豆腐皮包着这个鱼肉炸的这个东西，这个超好吃。朋友们，我吃的眼泪鼻涕直流，真的是太辣了，太辣了。最近有点熬夜剪视频啊，朋友们，来点凉茶喝喝，还不错，我喜欢的，苦甜苦甜的。海南会馆也是挺早的，是在1868年的时候开始建的，也是供奉妈祖的。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我来马来西亚之后啊，就没有去做一个访问，就是他们还会不会说华语。这根本就不用问，我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甚至我还没有到马来西亚，就已经遇到了好多马来西亚的华人，说那一口流利的华语哦。大马的华人呢，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就是华语教育、华文教育没有出现过断档的地方。晚上我们来马六甲河边走走，这里真的，相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来说，稍微有点商业化，游客会有点多。这是一条有故事的河。这里发现了一片古城遗址区域，哇，这已经完全看不出啥来了。这个圆圈是一口古井，像这些遗址啊，每隔几年它还会下沉一点，下沉一点。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啊，它也算是埋在这个地底下。刚才看了介绍，说这个是马六甲堡。它建于164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然后荷兰殖民的时候呢，就摧毁了一部分，最后这个地方是在1807年的时候被英国人摧毁。这个地方啊，也是满目疮痍，记载着一大段历史。今天是我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新的一天。马六甲这个地方跟着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起源于一个600年前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他就是咱们的郑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这边来吃这个古城鸡饭粒，也是马六甲这边的特产。烧鸡一份15马币，然后鸡饭粒一颗是0.5马币，然后再来个汤。朋友们，一不小心点多了，我以为14元的那个鸡很少呢，怎么这么多？是我预估的2倍。然后再看看这个鱼丸，也是我预估的2倍。鸡饭5颗。对了，不小心又吃成了大餐。在马六甲，你特别难受的是，时不时会经过一个3轮车，然后放的声音特别大，噪音啊，没人管吗？鸡饭球，它已经感觉不到米饭的颗粒感。比海南鸡饭好吃的是它比较糯，看看跟咱们福州的鱼丸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它没馅的，我还是喜欢吃福州的有馅的鱼丸。沾一下这个烧鸡的汁，新式吃法。更好吃了。哇，好香啊，好开胃。现在我们到了郑和文化馆，门票是现在我们进来这个博物馆里面了，一进来就看到了一艘大船，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浩浩荡荡400多艘。
他7次下西洋，有5次曾经停留在马六甲。这里的介绍啊还有中文呢。在说郑和宝船之前啊，有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郑和的船是在哪里建的吗？没错，就是在咱们福建建的。这艘是郑和乘坐的宝船，它有140米长，57米宽，4层甲板。这个船是整个船队的一个指挥中枢。这个黑黑的是马船，也可以理解为仓库。然后这个是粮船，存放粮食。这个是坐船，主要来运送官兵的。然后这个是战船，用来打仗的。当时啊，战船是用来确保整个船队的安全。接下来这个是水船，用来存放淡水。看这个非常的缜密，非常的严谨啊，而且物资充足，这样才可以航行那么远，然后到达这里。我们现在来看看整个船队的阵型。中间这部分啊，就是宝船，一共有61艘。这旁边啊是战座船，就是官兵们坐的。然后这个是马船，这边就是水船，然后这里呢就是战船，前后各有战船。在这个后面就是粮船。这个阵型啊，与现在的航空母舰的阵型有点相似。这个就是郑和大将军。这些是在井里打造出来的瓷器碎片。郑和他是一个太监，三宝太监，所以很多纪念郑和的楼啊都叫三宝楼。哦，郑和的后裔是生活在泰国，从刘家港出发，然后在福州停留1到7次，到了第一站就是占城，现在的越南，到了暹罗，经过马六甲海峡，去往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去到伊朗、这里是阿拉伯半岛，沿着这边下来，这里是非洲。这位讲解正在用英文跟这个当地的马来人讲解这个太监，他被晋升完之后呢，他的宝啊就放在这个罐子里，然后这边当地的马来人非常的惊讶。这个宝啊，对太监来讲非常的重要。他在升官的时候，包括他在死后埋葬的时候，这个宝啊都要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先是放在这个寺庙里面，升官的时候呢是需要总管太监去查验的，然后死后呢随他一起进入了墓地马河到郑和。他当时是一个回族的男童，然后呢莫名其妙被阉割送到北平，成为燕王朱棣的家奴。1385年做了宦官，就是太监。郑和他虽然是一个太监哈，但是他所做的战功啊跟一个将军没什么两样。在1398年到1402年的时候，为朱棣夺取了王位，攻克了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钱币怪可爱的，你看有鳄鱼、乌龟，这个就是郑和在马六甲的时候铸的锡币。当时的船上的物资还是特别充足的，你们看娱乐也有，但是海上航行必然是艰苦的。这边有数据统计啊，就是只有1/10的人后面回到了中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马六甲的壁画街，壁画呢都是反映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他们的杯子啊，现在依旧是用这样的一个花纹的一个杯子。比较喜欢看人物的壁画。哇，这些小巷子好幽静啊！哇，浓浓的生活气息啊！下面这一条街啊，你会看到好几个宗教的一个庙宇。第一个就是印度教，建于1781年。马六甲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那最开始呢，是苏丹在这里建立了马六甲王国。
随后呢，就是有殖民者带来了基督教，那也有印度人在这边繁衍生息之后呢，是有印度教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大量的我们华人过来啊，这边就有很多的华人寺庙，还有会馆。前面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清真寺，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啊，跟一般的清真寺不一样，它是中式的一个房顶，但是从色彩搭配上来看呢，又非常的有伊斯兰教风格，连这个宣礼塔都非常中式。在这个清真寺里面的一些建筑啊，也有中式的一些风格。这个是清真寺里面的一个洗手池，他们在祷告之前呢，需要洗手洗脚。就是在短短100米的地方有3个宗教，这个是印度教，这个是伊斯兰教，这个是佛教。佛教的青云亭，上面是还在修复当中。走在马六甲这个街上，你觉得非常的惬意，你可以随意的瞎溜达。然后我在溜达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个建筑，这个废墟的建筑，看起来就很好玩的样子。哇！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建筑被废弃掉，而且没有任何的修缮，也没有人过来，就是在推倒重建这一块地啊。哇，这个宅子还真是挺大的嘞，虽然上面画满了壁画，好几层呢。哇哦，有点诡异，有点惊悚。还好是大白天，大家将就看吧。白天的马六甲河，坐在旁边喝小咖啡也蛮惬意的。看看这的价格，也不贵啊，朋友们。曾经繁盛的马六甲为何显得如此衰落？3个原因：第一，殖民者换牌，葡萄牙只抢钱不建设，荷兰转投印尼，英国直接放弃马六甲，全力打造新加坡。第二，河道淤积，老化的港口在19世纪蒸汽船根本进不来，而隔壁新加坡深水港24小时10万吨货轮。第三，隔壁崛起，新加坡推行全民英文教育，与国际迅速接轨。当马六甲困守于历史荣光时，新加坡已经用制度创新和全球链接重构了东南亚经济版图。在拍视频呢。这个黄色的船，它是陆地跟水上两用的。Hello。10 ringgit。在旁边小坐一会儿吧，走累了。我吃的不是椰子，是风景。我又来吃榴莲了，今天吃的是冷冻的猫山王，这一盒是59令吉。离开了马来会想念的。搞定，吃完。